我被人贩子带进了破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那两个被鞭子抽打的小乞丐的眼神，无垠的恐惧中透着绝望。你看什么？给老子好好的呀，不然老子把你腿剁掉，把你眼珠子挖了，扔到大街上去！你要救我！救我！喂，这女娃我不要，太娇气，不好养活。你替我看2天，等找到买主，我就带走。我可不白养啊！明天上街去给我讨钱去。上什么街？上什么街？他们家人正玩命找他呢，让衙门的人找到了，咱都麻烦。老子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早就穷疯了。王母娘娘跟前的金童玉女，落到这儿也得给我挣钱。大家过来，看好了，走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好心的老爷太太，给点钱吧！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！求求你们！漂亮！哎，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来！谢谢您，太太，谢谢您。周老头来了，快磕头！我是皇亲国戚，不给人磕头。快走开，这丫头要被打了。我是被拐来的，你们快帮我报官抓人贩子！哎，臭丫头，你敢胡说八道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干什么？还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！你打坏了脸，可卖不到长3堂子了。我是吉人，我爱马仕吉人内阁大学士，你们不能卖我！我呸！你亚马是内阁大学士，老子还是宰相包大人呢！你滚一边去，不然老子现在就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不能打！过来，放开我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！她细皮嫩肉的，是像个官家小姐。哎，买卖奇人可是要惹麻烦的，是不是再便宜点啊？这小丫头片子，还敢冒充皇亲国戚！你亲爹娘亲手把你卖给我的，马婆子，晚上把他扔到窑子里去，他就老实了。我爹娘不会卖我娘就阴魂大来，是当天踩我的堂妹。哎呦呵，还咬人呢你！小心点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回去。打孩子呢，别掺和我的事啊！你在干少年害理的事啊！你走开！周明成，你他妈还欠了我兄弟的大盐钱呢！啊，赶紧把这事了了，要不然我把你老婆孩子绑了一块卖了。就是啊，没人管。走开呀！这是真的，这是我大学士的女儿，这有报纸，你看这有报纸，这你看。还打孩子！来，我给你念。爱女童家玉婉于2日前被土匪绑走，若有善心人士找回，定当重金酬谢。童家洪氏。我爱买就是童家洪氏。孩子，你果然是拐卖官宦家的小姐啊！让官府知道了，会杀头的。这样让那玩意儿说的话也能信？老子说的话比报纸还管用呢！滚一边去，不然老子现在就打死你！我爹，我就是不让你把他带到窑子去。衙门差役就在前面街上，你们要是不放他，我就去报官。衙门算个屁呀！我看你们他妈谁敢去报官，我弄死谁！报官是吧？你报官！你报官！啊！就报官！你快逃吧！报官吗？好。我看还要敢报官啊！谁敢报官啊？
人呐，真是！哎呀妈呀！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报官，有能耐拿你的命换他的命！快跑！儿庙！大哥，这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饶了他吧！啊，我饶了他，他不饶我，他还要报官呢！小子，不敢，别说拿命了，就拿你这根手指头，舍得吗？有血性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啊！丫头，乖，别。哥哥带你回家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疼不疼啊？疼不疼啊？疼不疼？儿子，不是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看见了？这是他自己要切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儿子，我给你磕头啊！我给你磕头！求求你啊！站住！混江湖的，说话要算话。有没差？你借我兄弟的钱今晚还不了的话，我弄死你全家！我会替我爹娘还清所有的债的，不许你为难他们。儿子。玉婉，我一定送你回家。大哥哥，到我家了。就是这儿啊。嗯。来，大哥哥，这就是我家了。你家。我就送你到这儿吧，回家吧。大哥哥，你别走，我让我阿玛谢你，真的。没事儿，你回去吧，没事儿。你留下吧。大哥哥，你别走。老爷太太，小姐回来啦！哎呀，玉婉，阿玛，额娘，额娘这些天都吓死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没事了，阿玛额娘，我差点被人卖了，是大哥哥送我回来的。啊，这位少侠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。其实是我娘让我救她的，都是因为我爹做了些错事。你爹就是绑架我女儿的土匪？他不是，但是，他对不起你们女儿，我在此替我爹给你们道歉了。一句道歉，怎能抵过我女儿连日遭受的苦难？我童某因此还贻误了上任，贻误了前程。你们这些刁民真不知道死活！阿玛，是大哥哥剁了自己的手指才救了我的。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童某也是皇亲国戚。哼，既然我女儿回来了，我也就不跟你们这些刁民计较了。这是100两银票，你拿去吧，赶紧离开这儿。你们
欺负人了。哟，好小子，有骨气呀！哼，有骨气，你就别弯腰捡这个钱。周明成，你欠我兄弟的钱今晚还不了的话，我弄死你全家！我会替我爹娘还清所有的债的，不许你为难他们。如果有一天你爹能还清高利贷，不再赌钱抽大烟，娘愿意承受20年。这张银票就是试金石，你既接受了嗟来之食，可见你也是个毫无骨气、贪图小利之人。这100两银票，就当我买你一根手指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希望你能忘记这几天受的委屈。大哥哥，别走！玉婉，别走！玉婉，大哥哥，别走！大哥哥，别走！玉婉，他是坏人，让他走。走吧，走吧。大哥哥，咱们回去啊，乖。走。听阿玛说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以后永远不要再见他。走，跟我回去。走，回去啊，乖啊。走吧，玉婉。走啊！走。走。快去。玉婉。走。快走吧。走吧。玉婉。啊，怎么了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呀！娘，孩子，娘快不行了，以后你可怎么办啊？娘，你告诉我是谁干的，我替你报仇去。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孽，娘在替你爹赎罪。替娘好好照顾你爹。我不，是爹害苦了你啊！记住，无论你爹做了什么孽，他都是你的亲爹。知道吗？你答应娘，回答娘，答应娘，
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还能有谁啊？肯定是你送回去的那个小丫头搞的鬼啊！不可能，他不会的。他不会，他爹会啊！有钱人都很心肠，一定是他说出了咱们的藏身之处，他爹派来了打手啊！娘，是我害了你！小兔崽子，死了亲娘，你也不能拿银票撒气呀你！10年后，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，取而代之的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。那一年，我19岁，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，身在保守的圣约翰画院，心却响应着墙外的自由。我知道外面到处都在游行示威，男生我不管，但你们女生一个都不能出去。你们的出路就是要做一个名门望族的少奶奶，绘画只是人生中的点缀。你们要补的课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德言恭容。校长，童玉婉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校长，我对妇德女工很有心得。昨天忙了一个晚上，做了一只彩绘风筝。果然是出身皇族的大家闺秀。玉婉，给同学们展示一下。是。雪梅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中国正少年，你我正青春。我们不要做富贵牢笼里的尖丝鸟，我们要和男同学一样，我们要上街去争取自由，去法国勤工俭学。玉婉，别闹了，别忘了你高贵的身份。身份只属于过去，我要的是美好的未来。同学们，为了自由和梦想，冲啊！有个勤工俭学的机会，去金夫人展示会当小解员，你去吗？当然。10年后，周廷琛已经是铁腕将军沈志佩手下第1冷血杀手。我在一场大病后忘记了那场童年节，在他心中却刻骨铭心的装着对我们童家的仇恨。飞鹰，金夫人展示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知道了。
天晚上是属于您的，上海滩的新主人，最风雅的英雄。久闻沈将军有一位黑鹰杀手，情报除奸，出神入化。啊，就是这位吧。欢迎你。我从来不与人握手。沈将军，客人都等急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行。那时候，杜允堂在我眼中，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。其实我和世人一样看走了眼。多年以后，我才读懂这个人内心的城府和担当。将军，刺客在控制之中，干得漂亮。给我！别跑！秉辰，你的情报里怎么没有这个女杀手？她才是重点，去看看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受谁的指使？你要是不说话，那你这张漂亮脸蛋儿可就……为父报仇，死而无憾。谁是你父亲？七镇13营，闵德仁。10年前，沈志佩亲手杀了他。太精彩了！没想到黑鹰也会玩欲擒故纵。刚才那个女杀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想想吧。你是担心金夫人利用刺杀事件，栽赃陷害华商商会会长杜瑞达，而你，就是杜瑞达的儿子杜允堂，没错吧？我希望沈将军能秉公处理华商洋商之争。不做洋人的傀儡。沈将军从来都不看别人的脸色。好啊，哎，还有件事情要提醒你，金屋今晚也许还会有杀手出现，自己小心点。嗯，我要你来提醒，早就死过10回了。果然是沈将军底下的
第一冷血杀手。你没见过至亲骨肉死在你面前，你懂得什么叫冷血热血？这是一块汉代和田玉璧，它不像瓷器五骨易碎，木雕蠢笨愚钝，字画真艳难辨，在汉代已属稀罕之物。今夕何夕，绝世珍宝重现人间，不知哪位有缘人能够拥有它。拍卖开始。沈将军，你喜欢这块无比珍贵的玉璧吗？偌大一个上海滩已经在我脚下，区区一块玉璧，不值一提。不过天下皆知沈某爱财，希望接下来的才艺展示，26万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这位少女年方18，3个月前刚刚获得布达佩斯青年弦乐比赛金奖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她白璧无瑕，清纯如水。10岁起就被我封闭在闺房，专心练琴。她就是报纸连篇累牍宣传的天才音乐少女，我的养女清平。接下来，清平小姐将会中断学业，留在上海，为更多欣赏大提琴艺术的伯乐献艺。清平小姐，清平小姐，你不该中断学业的，太可惜了。我会想办法帮你。我也想借此机会寻觅知音，你不必为我担心。多谢你，请回吧。可是这样，你真能找到知音吗？我出100万，资助他继续求学，完成梦想。杜公子，对不起，清平不需要。她只需要一个保护她、宠爱她的男人，沈知沛将军。你们根本不懂艺术。沈将军，您是纵横天下的盖世英雄，你怎么能坐视一位艺术天才被中断学业、葬送天赋呢？这位小姐，
金屋轮不到你说话。蔷薇，派人把清平送到将军府去。不行，不行！小心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清平，快跟我走！让沈世贵过来，给我杀他！不要！求求你们，他是我同学，他是无辜的，求求你们救救他好不好？志佩，你想办法救救他吧，你看他好可怜。他长得多么像我死去的妻子。放开我，姐妹！玉婉，保护这个女学生！让我走！给我杀他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没事吧？啊，玉婉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沈将军，沈将军，她是黎氏建筑的二小姐李雪梅，圣约翰学院的学生，我们是同学。我叫童玉婉，不信你可以去学校调查的。没事了啊。你叫童玉婉？前清同大学士。是啊。我会去你们家找你的。玉婉，他去你们家干什么呀？画不出他的英气、霸气、豪气呢。哎，小姐，这画的谁啊？苏西，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周廷琛，就是沈将军的手下黑鹰。哦，好像听说过。他可是个杀手头子，枪法可神了，9发子弹能打下15个灯泡呢。9发子弹打15个灯泡？怎么打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15个就15个呗，不就是个传闻吗？早知道不问你了，又是传闻。我可是亲眼见过他的枪法的。就是心肠太冷了，这样的男人真可怕。哎呀，小姐，他冷不冷跟你没半毛钱关系，该他老婆操心去。你从金屋回来，不停的画呀画呀，该操心的不操心。家里被封大门的事，什么？家里被封大门了？谁封的？太太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这真是无法无天呐！啊，这，你看看啊！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找童某有何贵干呐？
怎么会是他呀？这回麻烦可就大了。阿玛额娘，玉婉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？青天白日就到我家作威作福，你是沈将军的红人就了不起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佟大小姐，人间万事皆有因果。你说我在你们家作威作福，你难道忘了曾经有人是怎样对我作威作福的吗？玉婉，回房去。哎呀，来，玉婉，快去。额娘，回去，快！啊，快回去！这位先生，如果我们佟家有什么得罪之处，请你明言，我们好尽量的弥补。我来是公事公办。你们佟家10年欠驻军军饷15万元啊，今天必须一次缴清。这啊，先生，请您上座。佟福，上茶呀！哦，是，快不必了。吃人嘴软，要么我带着15万现大洋走人，或者把你们佟家老宅的房契拿出来做抵押。什么拖欠军饷？那都是历任军阀的敲诈勒索。15万这个数字，你有什么凭证？就凭你一嘴定价吗？你太仗势欺人了。你们家仗势欺人的时候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一张银票换穷人的一根手指，那也是你们家一张嘴定的价。先生，能不能进一步说话？这位先生，我家以前若是对你有所怠慢，还请见谅。10年前那笔账，怠慢2个字就能交代了吗？啊，是佟某有眼无珠啊！当年你救了我的女儿，我却误会了你。不过，军饷一事，还请通融。1天之内，我哪里筹得那么多的现金呢？这是我佟家的房契，我双手奉上，请再给我7天的时间筹款，如何？我问你，当初为什么恩将仇报，上门打死我母亲？你这话从何说起呀？我当年差一点没赶上赴京上任，我一找到女儿，我们就上路了。我当年上京的日程，朝廷都有记录，你一查便知，我绝无虚言。我会去查的。那我就给你7天时间。好，7天之内要是交不出军饷，你们佟家老宅就不再姓佟了。阿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家什么时候做过仗势欺人的事儿？哎呀，你听他胡说，为了敲诈勒索，他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小姐，别管这些俗事啊，回房去。素汐，走吧。老爷，华商商会会长杜老爷到了。哎呀，杜会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佟兄弟，听说新上任的沈将军派人到贵府索取军饷，我特意赶来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嗨，来，请上座。来，佟福啊，奉茶。是。上海啊，历届的军阀都会强行摊派军饷，华商商会的人都常常为此事
抗议示威。没想到沈之沛将军竟然来了一招杀鸡儆猴，一来可以刁难童家，二来可以震慑华商商会。杜某这次赶来，特意给童兄弟救急。这童某怎么敢当啊？不行不行，童兄弟，你可是前朝名流啊！刚到上海，你就参加了杜某所组织的上海华商商会，更被推举为副会长。如今你被军阀勒索刁难，在公在私，于情于理，杜某都应该鼎力相助。你就成全杜某这个守望相助的义子吧。你看好了，杜伯父，多谢杜伯父仗义相助，这张支票我就替阿玛收下了。玉婉，等危机过后，一定连本带利偿还杜伯父。就按照现在花旗银行的同期利息，上浮3个点。伯父，您看合适吗？这位是童某一生啊，就得了这么一个女儿，闺名呢叫玉婉，被他额娘啊都给惯坏了。玉婉，让长辈说话。恋爱啊，落落大方，谈吐得体。身为大家闺秀，竟然还深懂金融之事，难能可贵啊！哪里？哎，童兄啊，恋爱可曾婚配啊？啊，尚待字闺中。可真巧啊！杜会长这啊，犬子允堂也为定亲，这事啊，等我们这个危机过了，再来相谈。啊。站住！救命啊！别跑！去！不要打我！见你一次打一次！不要打我！你不会想想去！好了，饶了我吧，大哥。我没有抢你们生意啊，我就是给那些大户算账而已，混口饭吃了，大哥。没饭吃，很饿的。混口饭吃啊？饿死你活该！混口饭吃！我砸了你的算盘，看你怎么算账！哎，其实呢，这算盘对我来说。装样子了，哎，我的心算比珠算还厉害呢。我要真抢你们生意啊，我动动嘴巴就可以了。哎，那些打算盘的小技巧啊，我看都是毛毛雨啦。你还跟我废话是吧？我打死你！别打我，大哥，很疼的。不许动手！杜少爷，对不起，他呀，他什么他？他是我们杜家人。哎，对，他叫股票。不好意思。走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哎，少爷，你怎么就相信我会口算呢？如果我骗你怎么办呀？上海骗子很多的呀。如果你受骗的话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骂你呢？如果你受骗的话，你会不会很惨呢 ？Stop！ 少爷，你是用洋文在骂我呀？这死道扑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让你停的意思。哦。德县的大罢工，继续看低那个马克。现在中德机械什么价位啊？哦。11块2毛7，是买还是卖？给我来杯咖啡啊！还有是买还是卖啊？记得加真人豆蔻，还有纯正的新西兰奶油，别忘了在里面加肉桂粉啊！可是是买去，买去呀！我怎么就跟你说的？找个没完啊！
17块4毛3。好哇啊！抛多少？全部啊！全部！妈！哎呀，少爷，你真是太大胆了！不行的！少爷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……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不是说了吗？全抛，走。是。少爷，真的跌了！杜少爷，股神啊！大家赶紧抛啊！杜少爷！你们跑得过我，我就不是杜允堂了。哎，股票，我们赚了多少钱？啊，99404块1毛。我呀，果然是没看错人。这个上海滩骗子的确是不少，但像你这样子胆小啰嗦的人，绝对不是骗子。老爷，太太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是啊，周廷琛有没有把房契交给我们？他不肯还，说除非什么？除非让我家小姐亲自去取。胡闹！我叶赫那拉荣奇的女儿，怎么可以到那种贼窝呢？可是我们那个房契呀，宁可折了房子，也不能有辱门楣。哎，太太，老爷，这，来，你去跟小姐偷偷的说，我去呀！好，去。好，来喝。来，继续。来，给您买单。来，倒酒来。周廷琛先生，我来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我来了，房契给我。我让你去我家拿房契，没让你来这里。谁输了？啊，他们俩输了。我们俩输了。你输了。来。希望你懂得什么是一言九鼎。我说，佟大小姐，你不妨换个方式，给周先生倒杯酒，或许他就会把地契给你。我家小姐不会斟酒，我来。素汐，哎呀，不能这么作践自己，不给他倒。小姐，没什么，我今儿还在家给老爷倒酒呢。素汐，好，喝。我不要再跟这个人说一句话。走。等等，顺便把你这张支票拿走。我要他借。小姐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如果这张支票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，那就请你自己捡起来。这张银票就是试金石，你既已接受了，嗟来之食，可见
你也是一个没有骨头、贪图小利之人。这张支票是10金石，你既然愿意蹲下来捡起嗟来之食，那就说明你们童家毫无尊严可言。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我明天就收了你们童家老宅。郑廷琛，我们童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，让你如此不择手段？你们童家仗着祖宗留下来的那点臭钱，狗眼看人低，想要拿回自己的尊严，可以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。3天之内，你只要收回敬邦街码头3间商铺的租金，我就还你房契。这3家拖欠房租的商铺都让我很头疼，我现在把这个头疼的事情让给你，希望你得偿所愿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一定让你把房契双手捧着还给我。有人吗？开一下门，我们是来收房租的。别这样！哎呀，我们店根本没生意，要逼死我们的！哎呀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大婶，快走吧。谢谢啊！别哭了。您拿着，快给公公治病吧。喂，开门啊！还有没有天理啊？不交房租你还耍横！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坐在你们家门槛上，我让你做不成生意。欠债不还，全家死完！欠债不还，全家死完！来看啊！快，素心，别这样，不合适。小姐，我跟你说，这家裁缝铺生意可好了。哼，我今天说什么也得把钱要出来。开门！我今天没心情交房租，哼，我就这脾气，怎么的，我就不讲理了。可是，租金我收上来了，给。阿贵家，你倒贴了20块，租金12块半；宝根家你倒贴了30块，租金15块半。只有小裁缝柳岩家你没倒贴，但是租金1个铜板都没收到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在富贵里撑面子，那都是扯淡；在贫穷里讲尊严，才是真本事。可是你没有。可是他们……你跟我来。哎呀！没想到收房租的还能倒贴子，台风说来就来了，不如就用这钱把房子加固一下，不要省了小钱丢了老命。老东西，门槛精了。来，给爹倒酒。快倒，来拿着，给你爹倒啊。好。这颜色挺漂亮，过3天可以来，挺好看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试试。你现在看到没？世道就是这样。那我被骗了，我去找他们，把钱要回来才行。糟了，这么大的台风啊！不行，那些租客的旧房子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们。
你不恨他们骗了你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人命关天啊！喂，开门！开门！哎呦，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别再装了，快出来吧，人命关天啊！快跑！喂！啊！快走啊！台风来了！你都不去管你们家事儿，管我们家事儿干嘛？这是危房，别再说了，快走啊！这里只有裁缝铺的房子才够牢固，可是他凭什么让我们进去躲呀？好，我去跟他说。哎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猎人师傅开门啊！我知道，虽然你的脸是冷的，可是你的心是热的。开门啊，猎人师傅！帮帮大家吧！猎人师傅，大家快进来，快到屋里来，快进来！我来帮你。再使劲！我来帮你。好。你先进去，来，快躲起来！快躲起来！躲起来啊！太危险了！躲起来！哎，喂，你快点进来！进来吧，快进来吧！小姐，天晴了。哎呀，晴了！哎呀，童小姐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马上把钱给凑凑，把房租给交了。小姐，你呀，好心有好报的。哎，老头子，把钱给童小姐。哦，给我吧你。索性我把这几个月的房租也交了吧。来，省得你们俩费事跑来跑去。啊，给。别，大家先把钱收起来。你们先听我说几句。这场台风给了我一个做生意的灵感。每年啊，上海这个季节都会来好几次台风，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商机。多经营一些应急商品，比如说防风的玻璃罩、干粮、蜡烛、雨伞、雨衣、雨靴。这样一来，你们的生意肯定会更好的。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替你们垫上了，等大家赚到了钱，下个月再还给我，外加2个点的利息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，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哎呀。好，慢走啊，小心啊，那个门。你替你父母弥补了很多过错。我父母是跟你有什么恩怨吗？你还记得10年前发生的事吗？10年前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不过我当时得了场大病，高烧过后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而且我阿玛额娘也没有告诉我当时出了什么事儿。这件事儿跟我家的房契有关吗？10年前发生的事情，你最好全部都忘掉吧。好了，咱们现在两清了，再见。哎，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反正他不是个坏男人，我没看错。